民间常说的牛头和马面，大家都知道他俩是地府中的2位官差，但是对于他们的前世今生，大家又知道多少呢？大家是不是对牛头马面的故事越加好奇了呢？接下来就随小道士一起走进牛头马面的故事吧。牛头是谁？牛头又名阿庞、阿房，五苦章句经说，狱卒名阿棒，牛头人首，2脚牛蹄，力壮排山，持钢铁钗。据铁城泥犁经说，牛头专门负责将罪人带到阎罗天子面前，向阎罗天子禀告罪人的罪行。但凡世间不孝父母、忤逆长辈、欺辱僧尼、不信因果、胡作非为的恶徒，都是要被牛头捉住，送到阎罗殿前受审的。牛头顾名思义，牛头人身，赤着双黑牛蹄，光着个亮牛头，长得是人鬼摇头，神佛哀叹。传说牛头生前本不是这般模样，虽不是一表人才，但也算高大威猛。只因阿棒为人时不忠国家，不孝父母，所以他死后冥王罚了他，才成了这般模样。阎王说，汝生前不忠不孝，所以算不得人，因为人之孝顺父母，也算不得畜，因为畜之忠于主人，本应打下18层地狱，但连你一身本事，且我这里缺个勾魂摄魄的官，便点你做个猪脸将吧。阿棒大急，弄成猪脸还不笑死人，于是哀求道，老爷换个行不行？若是猪脸，还有何颜面见人？阎王笑骂道，你这憨货还有些廉耻之心，也罢，看你力大如牛，便换你个牛头吧。说完一抬手，阿棒变成了个牛头了。阿棒拱手谢恩，退了下去，从此变成了这威震3界的10大阴帅之一，也是拿魂擒魄2力之一的牛头鬼差。马面是谁？马面又叫马头罗刹，罗刹为大力鬼，故马头罗刹即马头鬼，形象为马头人身，与牛头是老搭档。楞严经卷8称，王者神识，见大铁城，火蛇火狗，虎狼狮子，牛头狱卒，马面罗刹，手持枪矛，驱入城内，像无间狱。马面也是冥府的勾魂鬼力之一，相对于牛头来说，他更显得儒雅，有时身穿一件灰布长衫，脚踢一双纹花素面朝靴，有时又是一件蓝棉袄，一条青布裤，一双牛皮靴，手里拿着条锁魂链，腰里别着个紫檀散破小葫芦，要不是张马脸，也端的是仪表堂堂。马面比起地府中其他鬼力，算得上是出身显赫，他本是西天一菩萨，唤作马面冥王，因犯嗔戒、酒戒、杀戒，被佛祖堕入轮回，再经凡世磨砺，希望他能早成正果。他经历3世磨难，却本性难移，最后机缘巧合终成了这马面鬼差。他第1世投胎做了个良家子，却因父母被强盗所害，怒火攻心，遂也上山做了强盗，将原先害父母的强盗灭了门。报仇后他本应收手，但杀性已成，孽缘难断，终其一世都是个杀人如麻的山大王，成不了正果。第2世投胎做了个和尚，本应正个慧果，却不想仍被那酒肉嗔杀缠身，他一世都贯彻了个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的宗旨，做了个酒肉和尚。又因他天生一颗菩萨心，见不得世间恶相，超度了那么几个恶人，所以又做了个杀人和尚，还是没成正果。第3世他投胎做了个畜生，成了匹马，因贪嘴好食，吃了棵仙草，有了神通，进山修炼了几百年，但本性贪食，成为山中一霸。刚开始只吃些花花草草，后来吃些仙芝灵果，再到后来开始吃起荤腥，吃些虫虫蚁蚁，后来又吃些小鸡小兔。虽然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但是让方圆几百里生灵锐减，毫无生气。此事被地府知晓，轮转王大急，便派黄蜂大帅前去缉拿，却不知黄蜂与其交手才10余合，便被打成重伤。轮转王又派鱼鳃前去，鱼鳃又被打败，冥王大惊，派豹尾和鸟嘴同时前往，两人与其打成平手，在旁观战的黄蜂、鱼鳃出手相帮，4人合力才将其拿下，押赴阴司。阎罗王本打算将其打下18层地狱，却被地藏王拦了下来。他本是我西天马面冥王菩萨，因犯戒，我佛让其入世修行，
观其与地府冥司颇为有缘，便度其做个马面罗刹，与阎君做个幽冥鬼力吧。说完一指马面，从此地府中便多了个强力鬼差，马面罗刹使。我们不知道的牛头马面。传统神话故事里，牛头和马面是地府中2位巡查员，负责抓捕试图逃跑的恶鬼幽魂。我们都知道牛头马面是地府的2位官差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俩身世还有另一个传说。他们虽性格迥异，生前还是好朋友呢。俩人一同参加科举考试，才华横溢的牛头为人时名字本该高中状元，却因为逢迎取巧的马面为人时的名字而名落孙山。牛头气愤难耐，被活活气死。牛头的冤魂不散，一路从地府告状到天庭。牛斗刚直不阿，满腹学问；马面心思灵活，擅长变通。你们2个性情如此互补，如果做搭档一定效果绝佳，就命你2人同心协力辅佐阎罗王去吧。最后2人的优点被玉皇大帝赏识，而同心协力辅佐阎罗王，管理人间生死大权。而且关于牛头马面，所有人都认为是2个人，其实非也。据永乐大典残卷卷之7543出报应记记，冯查院日常持诵金刚般若经3卷，逢德再生，日行方便，利国污民，阴德日助，寿至98，官拜丞相。忽一日卧疾，有第9子，方11岁，出厅前嬉戏，见无数牛头马面狱卒，子问诸鬼曰：何缘来此？故事中，这位冯查院活到了98岁，他死前是被牛头马面接走的。文中也说到了，牛头马面并不是2位，而是无数位，是不是颠覆了你的认知？跟着小道士，大家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？好了，牛头马面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些有趣的神话故事，请在评论区回复你想听的神话故事，小道士会讲给你听哦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